练的时候维持住张力啊，是一个练功的阶段。你没有这个阶段，你练不出所谓的筋骨力来，就练不出所谓的功，对不对？脚尖并拢，脚跟微开。好，调息。好，这边提一嘴哈，就是刚才开课前那个洪哲在问的，就是他这个胃这个地方啊，最近不是很舒服，有点紧啊，所以练这个。那你要怎么做呢？实际上我们从下面提上来啊，它不是一整个提上来的，它还是要有阶段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这个时候是沉下去嘛。你用小腹来提裆，用这个，当我的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用这边开始往上提，然后呢，由胃这边来提小腹，啊，是这个来提小腹，然后呢，胸到这边，你的气要到这边来，用这个来提胃，来提中央，所以由中来提下，由上来提中，它是要分段的。啊，你不可能一下子这样的时候，它没有方向性，它没有方向性。我们这个提跟降啊，提跟降是要在中央的一条有方向性的通路上来做的。啊，所以到这边的时候提，所以你提的时候会有点什么？会有你看有一点，它不是往后收，它是你提的时候下面自然收，那是提啊，收，看它是这样子的。它提，然后提到这边的时候，手一翻，从这边你吸气到这个地方嘛，气起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从肩颈往下，然后到肩胛骨那边，肩胛骨往下一沉，到这边的时候，肩胛骨往下一沉，循着肩胛骨最下面那个肩，进入到肾那个区域啊，进入到肾，然后呢，它会从肾你沉下来。从肾进丹田，那个时候你会丹田的地方会往上卷啊，所以往上卷是果，你不要故意去做往上卷，就是说它往下走，你这个地方提住嘛，那个会阴那边它自然提住的时候，它往下没有路了，它就会往上卷啊，所以它是这样一个通路，然后它每一层往上提都是一层一层提的。一层一层提啊，来，走。好，手放，我们再做一遍。好，提就是往上，不要做这样子啊，不要去往前撑，不要往后仰，就是正的这样子起来。好，再来一遍。沉下去了，沉下去。我上次讲哈，是这个地方，这里往下按，你就会在后面肾脏那个地方会有个力量往下去啊。好，维持住这个力量，在这个力量上面来做以下的动作啊，走。扣，大蟒翻身，进步穿，落胯，转身劈。好，手肘提，后手贴肋，
前手往下画圆，黑熊探爪。好，接下来要加今天的白蛇缠身哈。这时候是正面往前了，然后呢，你的手肘前手肘往前走，然后小臂会回来，回来的时候身体变侧，前脚变扣，变成侧身，后手贴肋骨，贴肋下来，贴耳朵，侧面穿出去，右手护肋，尽量往前穿。然后左手的手肘往前走，手肘往前，这时候腰还不要转，手肘往前，手压过肩，你的右手贴左耳，贴左耳斜着往上穿，收脚，然后掌翻，两个掌向外往右推，往下推。到膝盖的时候，出腿扑腿，往地压，向左移，后脚扣，右手贴肋下，往后绕到两个肘相合，两个肘相合，收脚，绕圈往右推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，调息回来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调息。青龙反手。扣，大蟒翻身，进步穿，转身劈，动作把它做大，经过身体就要贴紧，后手提，贴肋，前脚稍微摆开，黑熊探爪，后手勾。好，前手肘往前进，后手贴肋，好，压下来，后手贴耳，往前穿，左肘往前延伸，后手在内贴左耳，往斜上方穿。手腕转，往外按，往下绕圈，往地按，向左绕到后，变成两个肘相交，两个肘相交，两个手肘相交，行吗？好，右手绕过脸，往右推，含击步。好，收。好，这个地方说明一下哈。开始练的时候啊，练这整个动作都是一种结构的转变，张力没有变，你都要维持到那个张力。那个张力一开始的张力从哪来？在这个时候，掌根往下按，这个时候全身的张力就出来了啊！不要这样子，这样就没有了。正的往下按，你这边的筋就紧的，这边筋就紧的，这边下来到腿紧的。所以这个张力出来以后，你看哈，我在做，你们先看，我这样做。当我做，你看我两个手在这边走圈的时候，张力不变，张力不能松掉。所以为什么那个手肘啊要到那个位置去？你看，张力，然后扣，
拧转，张力维持，穿后手还是要往前走，你一收回来就断了，张力就断了，两个都往前走，然后一层，这一层是什么？这一层就是再伸展那个张力，你如果没有层，你从这边就往后劈，这个时候就断了，啊，所以你要一层一层，你看两个掌都往外去，然后往上，当带向左，后手勾起来，维持到张力，然后后手为什么要手肘起来，还是维持到那个张力，啊，你的手这样走就断了，所以维持住张力，前脚一摆，你看这个手肘往外一点，不要这样就断了，维持到勾起来，维持到张力，然后呢，手肘往前进，你如果手是这样下来又断了，所以你必须什么？手肘继续往前延伸，后面呢，手肘往后顶，手肘往后顶，手就起来了。所以两个肘，你看，两个肘一前一后，才能够维持到那个张力哈。然后往下，身体稍微侧，不要这样子，这样没有断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还是一样，手肘往前走，这边的张力啊，才会再过来，这边穿，然后呢，翻掌往外撑，维持到张力，不能在这边这样子就下来，这样下来又断了啊，所以翻掌往外撑，往下走，维持到这个张力，开步往下撑，腰不要这样子，这样断掉，腰要正，从肾脏压下去，到这边，你看还是维持到张力转，往后做到两个肘相交，然后还是一样，你看在这个掌是在这个张力下推向右边啊，好，把这边先练熟，然后从这边再走另一边，晓得吗？先做到维持住张力啊！你们两个在前面带吧，你就表示你的姿态跟结构错了。我们一起势就维持住，可是如果一变换，万一没有维持住，没有维持住就是错了。关键在手肘，哎，所以通常断了就是对，不连接了，手肘掉了啊。从这边有张力，那个两个肘相交有张力嘛？你这个要过来的时候，这个肘啊跟手啊还是要往前走，要往前画圆，你不能在原地回来，原地回来就没有张力了，就断了，是吧？所以你在这边要回来的时候，你还是一样，这样子，它有一点往前的力量，你才能够维持住张力啊。练的时候维持住张力啊，是一个练功的阶段。你没有这个阶段，你练不出所谓的筋骨力来，就练不出所谓的功，练不出那个功。所以维持动作的时候，维持住张力是一个很重要的练拳的阶段。当然过了以后，你有了以后，你并不一定要这样子做了啊，但你先要有，你的筋上面先要有这样子的伸展性跟这样的弹性。你有了这个以后，你的结构随时它就有啊，你不一定要从头到尾要维持住，但这个阶段一定要有啊。所以刚才讲了，姿势的变化只是关节角度的变化，所以这个张力呢，这个张力是由一个关节到一个关节之间，它们各个关节之间维持住的，所以不能有一个松了。你们说我手肘有，这边没有了，那不行，那个张力要从梢到根的张，全身的那个张力
啊，哎，好，来再哎啊，你有那个弹性，你就有膨劲嘛。啊，它本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张力嘛，所以那个东西啊，我讲过嘛，当初不叫膨劲嘛，叫做绷劲，那个是一个崩开，就是绷就是那个绣花，以前绣花有一个外面花布摆平的嘛，然后有一个圈把它卡住嘛，那个东西我们叫什么？叫做绷子。你那个一卡的时候，那个布啊就会由中心往两边拉紧了，那个叫膨，所以叫绷。把一个东西绷住了，一个东西绷住了，它就有膨劲了嘛。其实是叫绷叫绷劲，它是一个由中心往外的这样的伸展力啊，跟篮球一样嘛。篮球它的弹性是从哪出来？从那个橡皮由里面打气往外的那个产生的那个绷劲，晓得吗？所以太极拳讲的膨劲啊，是这个劲啊。所以它以整个太极拳掤捋挤按踩列走靠都是什么？都是以这个绷劲为主为核心，在这个绷劲上面来做其他的捋啊、挤啊、按啊、踩列走靠这些东西，这些招式都是以这个绷劲为根基为内涵来做的。就跟你们现在做的，你的招式的变化里面必须有什么？必须有这个张力在那它的练习跟改变，你要去注意每一个关节的变化，相互之间的关系，你才能够维持住一节到一节之间的张力，晓得吗？好，再试试看。